眼睛交给我了，小心点。 那么调皮呀，但不愧是我严谨的女儿，青出于蓝。爸爸为你骄傲。女儿，记得爸爸跟你说过的话吗？作为特工，是不需要有感情的。可你们中国人太感情用事了，即便你们拥有不属于帝国的优秀人才，却因为无法斩断情丝，最终必会灭亡。
殊的事情。3月12日，对露露节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？3月12日是我失去双亲的日子。3月12日也是我失去妹妹的日子。3月12日也是我重生的日子。从10年前的3月12日开始，我就把我的生日放在了今天。你到底是谁？小小，还记得这个阿布吗？姐姐，就是我。自从你被日本特务抓走以后，我就一直在找你，想要救出你，没想到你却一直在我身边，而且还成了严谨的养女，被日本人当作鼹鼠安插在 CPA。 对，我是严谨的养女，我也承认我进入 CPA 是另有目的，但是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报仇。报仇？你报什么仇？日本人才是我们的仇人。你胡说！我们的仇人是华侨爱国会，那是严谨在骗你。10年前没有 CPA， 杀死我们父母的是日本人，不可能！是严谨大佐救了我，当年要不是他收养我，可能早就被那帮南洋强盗给杀了。我不许你污蔑他。小小，你不要再喊那个名字了。叫小小的女孩，10年前就已经死了。如今的我是回来复仇的死刑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都在找你。如果你真的是我姐姐，你就应该跟我一起去报仇，而不是站在这里指责我。正因为我是你的姐姐，我才不能看着你认贼作父，一步一步的错下去。小小，你知道吗？为了你所谓的复仇，我们最擅长使刀，我一定要先制住他，趁他不注意，到时候袭击他的腹部，趁机把刀抢过来。
最后问你一次，我们到底是姐妹还是敌人？我们是姐妹，可如果你还为日本人做事情，我们就只能是敌人。西西知道这个密室吗？孤儿册。西西，你要的证据，姐姐找到了。大黄，大黄，大黄。西西，你要的证据我找到了。我说过，下次见面就是你的死期。岩井不仅只有你一个女儿，除了你之外，她还有25个孩子。这些事情你都知道吗？这回你又编什么故事？我没有编，岩井其他的孩子都已经死了，下一个就是你。证据呢？证据在哪儿？就在这里。爸爸是从来不会把重要的东西留在这儿的。我想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岩井在这里有密室吧？不可能！你别再信口雌黄。这就是真相。这是岩井一手策划的。岩井遗孤成长计划这份档案里的26个孩子，每一个
哈，西西小姐，您是找岩井大佐吗？爸爸不在。是，那我帮您去找他。不必麻烦了，我也没什么事。坐。请。西西小姐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好。我查了岩井的资料，他和浅野家有很深的历史渊源。西西小姐呢？刚刚还在这儿。这个瘸子说的不错，你不该来的。西西，你很惊讶吗？其实很简单。当我得知特高课昨晚值守的特工今天早上没有回来述职时，我就知道有外人来过了。让我猜猜，应该是你的姐姐 CPA 那个露露吧？我不是你的女儿。谢谢，你是我众多儿女中最优秀的，可是如今你却变得这样迟钝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是你的感。仇恨大日本帝国，没什么，知道吗？我们大汉民族天生就是来统治你们中国人的，知道吗？更何况，现在你的头还能回吗？这些年来，你一直效忠你的仇人，杀害了你的众多同胞，中国人会怎么样的看你呢？在他们的眼里，你知道你是什么吗？
你就是一个孩。我告诉你，你不会再有机会了。西西，你放开我！你听我说，西西，露露，你听我说，现在就得让他一个人冷静一下。他刚知道真相，他需要一个人去调整。现在这个时候，就算你找到他，也无济于事。只有等他自己走出来，他才有可能重新面对你。行了，走吧。去哪儿？刚才这么一折腾，我假死的情况很可能会曝光。当务之急就是找一个秘密的、安全的落脚之处。前的桂海清是印刷厂的学徒，机缘巧合被懒猴发现了印制伪钞的天赋，所以他成了懒猴的徒弟。
桂海清在印刷技艺上甚至超过了蓝光，这成为他发展事业的一大助力。你是说，他参与了20年前的伪钞案，成为了日本人的帮凶？当时的桂海清只是个学徒，是否自愿很难说。但我知道，桂海清在加入国民党和 CPA 之后，就一直想方设法要掩盖这段历史。不管他当时有没有参与，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既然他想掩盖，这说明他知道这件事情是错误的。你还把这件事儿翻出来，你想干什么？既然我都能调查出这些事情，你认为日本人会不知道吗？我是怕桂海清因为这件事情被岩井要挟。那你为什么不跟经理摊牌，或者直接上报呢？我不是怕他心虚吗？这还没怎么样呢，就派你盯着我，还差点被灭了口。那你应该谢谢我，给了你一次活命的机会。谢谢。回来吧，我们都在等你。很多事情也都在等你。在通向涅槃的路上，绽放得轰轰烈烈。报告大总，裁缝铺遭到了袭击，吉文已被确认死亡。我们是否要宣布西西的叛逃，命令特稿课全面追捕？岩井健二吗？是。
学习。还敢打电话？如果你不想办公室见血的话，就别让田中那个家伙在窗前窥探，否则会……上面记录着你与白龙组的秘密交易，以及你利用奇闻诈赌，谎称获取活动经费，实则中饱私囊的证据。我想，帝国军部以及大本营一定会很感兴趣的。西西，我们好歹也有10年的父女感情，万事不要做得太绝了。怎么做，就要看你的了。我想我们2个人的私仇，我这一枪怎么样？距离目标起码超过了800米。哼！西西，严谨真的不敢公开你的身份吗？放心吧，我手上有他中饱私囊的证据。为了他的钱和命，他绝对不敢公开宣布我叛逃，甚至还要千方百计替我打掩护。再说，除了严谨，唯一知道我叛逃的田中，已经被李小子给崩了。喂，你叫谁李小子呢？我可是副经理，你将来如果还想回 CPA 的话，还得靠我。哼，得了吧，我都听姐姐说了，你现在可是死人了。西西，你不让严谨通缉你，难道是为了继续潜伏在日军做卧底吗？当然，好歹也为他们白打了10年的工，如今是要收些利息了。只要杀了严谨，就没人知道我如今的双重身份。你要杀严谨？这无异于自杀。放心吧，他不敢公开抓捕我。我手上捏着他把柄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暗地找我。请。先生你好。哎，您好，请问您是取物还是开柜？这是我祖母留给我的，是你们东亚银行私人保管箱的钥匙。那请问您现在是要开柜吗？可惜我不知道保管箱的号码了。没关系的，小姐，拥有我们东亚银行私人保管箱的用户，我们都保存有详细的资料，只要您为我们提供户主的姓名和资料，我们就可以马上为您查出来。哦，这么方便啊！是的，请问您现在是要登记办理吗？算了吧，也许保管箱的号码就在祖母的遗嘱里呢，我下次再来吧。没事，谢谢你啊。您慢走。经理，刚刚那位小姐是来办理业务的。是的，不过很奇怪，她有我们保管箱的钥匙，却不知道柜号。露露小姐，你私自离开了坚守岗位，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东西？你走了以后，我发现码头来了一批人在搬运东西，我就顺着他们跟了上去，没想到我真的发现了伪钞工厂的位置。哈，说明我李克明推断的一点也没有错。知道吗？我已经确认了，码头上那些货物的确是印钞纸。哎，我给你送来的纸里面
你这化验报告上说75%是棉，25%是亚麻，这什么意思？李少爷，这纸只有一种用途，印钞。我也带来了重大发现。这是私人保管箱的钥匙。哪家银行的？东亚银行。这是我在严谨办公室里发现的，它藏得非常隐蔽。严谨花心思不把它藏在日军保管库，反而藏在东亚银行。我怀疑这很有可能是那块真法币模板。你怎么不取出来啊？我只找到这把钥匙，不知道保管箱的号码。不过我已经想到办法了，等我好消息吧。观察一下他们。来，抬上去，快点！怎么有日本宪兵？快点，加把劲儿，抬上去，快！我白天来的时候只有日特，没有日本宪兵啊。这个地方，我以前调查过，在它背后就是一片废弃的工厂。看来日本人已经把废旧厂房改造成了伪钞工厂。看来里面装的东西不轻啊。要不要进到里面去侦查一下？不，他们人太多，不要冒这个险。今天的任务就是确认位置。走。日本人为了保守秘密，将伪钞厂周围的老百姓全都迁走了，这样对我们是有利的。只要我们控制好炸点，污染物就不会流进黄浦江。站长，我建议在这几个地方安装炸弹比较好。你看，这儿、这儿，还有这儿。干得漂亮，露露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不骄还不躁，不枉我平日对你的栽培。印钞厂的位置还有谁知道？我查清后第一时间向你报告。好。公司除你我之外，不要再告诉任何人。位置确定就好，爆破的事情暂时先缓一缓。经理，你看清楚了，印钞厂的位置在租界范围内，我必须先通过南京把租界里的关系都打点好，才可以做决定。你做好准备，等待我的命令。动作倒是很快。既然发现了我们的印钞厂，有你这样的敌人，我感到非常荣幸。因为我有最好的手下。确实如此。不过他们的领导却要让他们的心血白费了。不要生气了。我们的合作是两利的。合作？应该说要挟，更准确些吧。随便你怎么想，我只需要你设法保住印钞厂。那不可能。以我的权限，只能把这件事压下来。能压多久我也没数。而且已经有人怀疑调查20年前的事了。有人在调查我。与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你应该清楚，只要我把20年前的那些事抖了出来，结果会怎么样呢？
伟超工厂的位置已经确认，只是桂海清突然延缓了破坏行动。我推测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他可能被日本人要挟了，也有可能他是利用这件事情和国民政府进行交涉。不管是他私人还是国民党的问题，破坏魏超工厂刻不容缓。关键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担起重任。上级指示，立刻毁掉日本人的工厂。小姐，没事吧？我脚扭伤了。来，慢点。原来桂海清与岩井有交易，难怪他要暂缓爆破计划。他对伟超厂的态度前后判若两人，看来我们最担心的事情，也许真的要发生了。你是说？岩井知道了桂海清20年前的事情，用此事来威胁他。应该是这样。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桂海清，一个 CPA 和国民党都如此器重的人，如此轻易就妥协了。不能再等了。照现在的情况看，他肯定会隐瞒此事，说疏通关系，只是他的缓兵之词。看来这次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对了。这次我不能和你一起行动了。为什么？别误会，因为从西西掌握的一些内部情报看，日本人很快会发动战争，公司一定会因此受到影响。我接到总公司的紧急召集，商讨公司今后的计划。桂经理也和你一起去？不，公司只通知了我。老桂的政治背景复杂，总公司有些不放心。我想只要他少一点私心，他的政治背景对即将到来的斗争也可以使他大有所为，所以我还是想争取他留在上海。你看，我带来了废弃工厂当年的设计图纸，还有最初的施工建筑图。当初为了节约成本，他们在作业车间地下开了一条直通的排水管道。我认为你可以从这里进入车间，这样可以避免跟门口的守卫正面冲突。可是炸药安放的位置还是个难点，我帮不了你。爆破的事情我会解决的，你不用担心。那就好。哥哥了，到了。啊。您请。没想到你还会再回来，甚至还通过我们的职员骗到了保管箱的号码。等拿到遗产，我就和哥哥一起远走高飞。那个储物柜的号码是03号，它的保管箱是少见的贵宾级储物柜，在我们银行金库的最深处。我只是来取回不属于严谨的东西，那是中国人的东西。给我上！你先走。把门打开。
管室铁门已经关闭，除了行长，就连我也没有开其他的方式。警报已经响了，宪兵队的人很快就会来了，没有机会了。快走，快走！珍惜生命，你永远的白马王子 ，CPA 最英俊的男人 Jim。哥哥，你走进去，告诉里面一个叫樊露的人，他会安排你的。那你呢？我还有点事情要做，快进去吧，他们会保护你的。你自己小心。对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西西。不，今天是我的拍档，在这里乖乖的等我回来。
检查一下。干什么呢？不是说好4点吗？58了，刚刚好。我再也不要和你分开了。好了，没事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老贵的资料拿到了吗？拿到了。是你啊？不错，是我。你约我来干什么？我来是要告诉你，我们俩的合作已经结束了。我的印钞厂已经被炸掉了，是你的手下干的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控制不了我的手下，你不听啊。这是你的钱，还给你。把那份材料的原本还我，我们2个就2清了。你还不够清楚吗？你的价值已经没有了。可是我手上的线报，我相信你们大本营的军部应该很感兴趣的。你掌握什么了？你利用奇闻中饱私囊，还有你在东亚银行的存款记录。这就是你的线报。告诉你，那些钱已经转入欧洲银行了。严警，东亚银行的存款记录总不会凭空消失吧？说来，我还要感谢你那些不听话的手下，他们刚刚袭击了东亚银行，所有的东西已经都没有了，就算大本营来调查，也找不到任何的证据呀。
经理，没有想到吧？我严谨家传的10元流刀法在日本也是无敌的。你的结局只能成为我的刀下亡魂。中国。桂海清，事到如此，中国和日本有什么区别吗？一样吧。动手吧！你还在等什么？经理，你怎么样？没事。严警，严警！投降吧，你已经没有机会了。没有机会的是你们。帝国做好了最后的准备，圣战马上就要爆发，最后的胜利者必将属于我们大日本帝国。姐姐，严谨交给我了，小心点。
那么调皮呀？但不愧是我严谨的女儿，青出于蓝。爸爸为你骄傲。西西，我的乖女儿，记得爸爸跟你说过的话吗？作为特工，是不需要有感情的。可你们中国人太感情用事了，即便你们拥有不属于帝国的优秀人才，却因为无法斩断情丝，最终必会灭亡。